欢迎大家收看蓝宇会客厅新春圆桌会。今天呢，做客的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剧组，我们有请各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好，我是导演徐克。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大家好，我是演员梁家辉。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文新。其实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射雕英雄传》的这个影视作品，那这一版究竟有什么不同新的亮点，在您的心目当中？我们在写剧本改编的时候，一直在想人物，因为金庸先生的人物都很精彩，而且是都很浪漫，而且都很多感情上的设计，所以我们必须拍一个故事，人物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郭靖怎么样啊？王蓉怎么样啊？西毒怎么样啊？华筝怎么样啊？他们的整个人物的心理状态，跟他们的每个事情里面，他们为什么要决定选择这种做法，我们都要去了解，而且也在想，可不可能他有别的选择，在剧情里面，如果他选择了另一种做法的话，那个剧情会不会有所影响？所以人物从人物做起，然后第二步应该想到这个故事里面，它最重要的关键的那个场面是什么？然后关键场面怎么可以变成一个观众看起来很参与，而且是牵引到他的情绪，他们的情绪跟他们好像进入那个故事里面的现场一样，去经历这种剧情上的高潮这样子。那说到这个人物的选择，也涉及到演员的选择，对吧？首先呢，就是郭靖，为什么会选择肖战来演郭靖这个角色？你答还是我答？您说吧。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其实所有演员，特别是《射雕英雄传》呢，还不好选，因为大家都看过很多不同的人演过里面的人物。那如果我们的人物是我们设计好的话，我们找不到这个演员去演这个人，我们常常会给这个东西困扰，因为我们写好剧本之后找不到演员，因为没有这个人能够演这个角色，变成我们也无法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东西，所以是缘分吧，应该说缘分就跟他们见面，就我好像一个推理的探长一样去了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做到我心目中那个人。那有一半当然是有逻辑去分析，有一半其实都凭感觉。凭感觉啊，那经过很多次讨论，看到很多谈话里面，好像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这样我们就选了他们来演这样。您还能记得，比如说哪个瞬间您觉得肖战是和郭靖这个角色特别契合的吗？对，我就什么都谈，我们基本上谈出你以前演的戏，是怎么状况，你跟导演啊、剧组啊、剧情啊怎么状况，然后有谈他对剧本的一些人物的看法，里面去找到他的触觉跟他的性格。肖战还记得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吗？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导演，导演问了很多问题，对，问了很多问题。其实文心可能清楚一点是吧？我对人物是有分很多层的，就是说他表面一层，里面一层。还有他不自觉的一层，还有他这个最原始的一层，跟非常他自己很陌生的他又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住在里面去测试里面到底这个范围里面这一块里面是什么样？那你继续讲。原来是测试，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对，我就是导演会提很多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导演提到的，你的看剧本的习惯，然后包括你在剧组里面拍戏的习惯，然后你如何理解人物，如何理解单场戏，如何去做一些自己的训练啊也好，
还问了一些日常的一些习惯，比如爱好啊这些之类的。对，那比如说你看剧本的习惯会是什么？我看剧本的习惯就是看这个故事的结构跟发展，然后以及能不能打动我吧。对。那当时听到这个郭靖这个角色，你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吗？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见完两次见完导演之后，然后在后面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然后有这个机会，我记得我当时还是不敢相信，对，觉得就是不敢相信。那导演怎么样去描述呢？这一次希望肖战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郭靖？他有没有对你有过什么样的表达？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围读的时候，还是我们第一次演员跟导演见面的时候，导演跟我跟庄说希望是一个摇滚版的郭靖和黄蓉，你还记得吗？摇滚乐手，摇滚乐手，对，我当时想哇，哎，到底你们结果是理解成什么样？我们俩当时对视一眼，然后我说啊这样，这样，我可能我的理解是投入跟专注，还有以及全身心的投入吧，就像摇滚乐手一样，就是在舞台上尽情的释放。这可能是我后面的理解。其实这块里面有很多种说法啊。这其实，梁家辉就不用摇滚了，他已经摇滚了，他这本身就已经摇滚了，一直很摇滚。我觉得音乐人他很自我，而且他有一种投入感，因为他需要投入，他可以产生音乐，跟音乐产生关系。那我们常常会很担心的是，有些演艺人嘛，他会有太多理性的这种去分析人物，然后理性，然后他太冷静了，到最后就没法投入。可是如果你是个乐手的时候，特别是摇滚啊，你特别是会很容易情绪上就跟这个你的剧情啊、你的情绪接上啊，你是用音乐的效果去感受剧情跟他的所有剧情有关的情绪，这个我觉得是有帮助。可是这是其中一方面而已，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每次看到个乐手，他无论穿衣服也好，他走出台也好，表演也好，都有自己的风格。他的乐手绝对不会跟别的乐手一样的风格，除非他模仿他啊。除了有些人是模仿某个偶像，所以他去模仿他。可是乐手基本上其实他很独立的，他有自己一个性格。可是如果你是情绪上或者你的精神是跟这个接上的话，你会找到你自己的一种很不一样的所谓表现的方式。所以艺术是相通的。我觉得徐克导演真的是个好老师哈，他刚才这一番话真的是能够给演员很大的启发，而且一下就能够找到那个抓手，对不对？导演，您觉得肖战来说，他理性更多还是感性更多？我觉得他两边都有，可是两边都有他的一个所谓他自己在中间去怎么样去适应一些环境啊，有些环境他需要很冷静，有些环境他需要不冷静，所以我一直都很小心的去观察他们啊，特别是那他呢？他其实4个人都不一样其实还有阿露娜更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等于是要去了解每个人的当天的状态怎么样。当天每天状态都不同。对，这不同的。然后我们进我的帐篷谈戏的时候，我说你留着你看看我拍戏。然后他在看我拍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我去了解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当时都没发现。没有，没有。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故意，但有人故意的话，你们就会很奇怪。是，对。这么多年合作，您知道吗？您知道吗？不，他是现场最多话讲那个，基本上是一半是幕前，一半是幕后。
对，哦，他还要指挥其他的工种是吗？不到指挥，不过有跟大家交流大家的人物的演法等等。他太清楚我了，太了解你了。对，太了解我我了。们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啊，比如说有一次他做一个人物，然后他的鼻子发亮了，这个我说，哎，这个那鼻子不对，可不可以避开光来做这个表情这样的？还是演得很用心啊。后来还是这场戏拍完之后，我就帮他换了一个鼻子。每次都要爆改梁家辉老师是吧？为什么？为什么要爆改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要没有啊，大家认不出来的造型出现？像邵战，你看过刚才看我以前的电影的，他一出来冲口而出，太帅。那让我感觉我是太帅了，所以每一次经过导演的手，他都爆改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导演朋友都不是在演员的同一个状态里面拍戏的，都在塑造。其实你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我们很多导演拍你也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半是考验导演，一半是考验演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家觉得演一个作品的话比较有趣一点。就真正的好演员，他是可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是非常具有多面性的。而且这一次肖战还有不少骑马的戏份，对不对？其实和动物拍戏是很难的。你是怎么样和这个小红马来建立感情的？我们3个人那个时候天天都骑马训练，然后每个人有自己专属的一匹马，然后天天跟他们相处，然后也是其实跟动物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让动物也来适应怎么跟它打配合，其实彼此之间会磨合得越来越顺畅。对，重场戏的时候，你会跟小红马说什么话吗？偷偷的。我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乖，哦嘞，然后以及再坚持啊，再来一条就行了，再坚持一条。它是一匹可能比较年纪比较小的马，所以总要告诉他要乖，要乖要乖，然后要摸摸它。对，你会怎么跟马说？我也是说的最多就是哦嘞哦嘞，就是那个是他听了他会停下来的一种口令。然后有的时候看回放，我们俩有一条跑马的戏份，然后看上去很帅的，然后听录音就是2个人哦嘞哦嘞，就一直在对让他平静，稍微平静一点。文心呢？你觉得这个跟马沟通感情难吗？我觉得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动物是有灵性的，它能感受到你，对。然后我也是经常跟我的马说乖听话，就是配合一下。对。所以除了我们的演员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些马在电影当中也贡献了他们精湛的演技哈。未来徐克导演之后的作品可以给他们也上一下字幕是吧？欧嘞欧嘞是吧？那除了这个马之外，还有很多的动作戏。肖战这一次也是做了很多的训练。哪些招式对于你来说练起来是最有难度的？我觉得最有难度的应该是威亚。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是。确实，威亚都是威亚，好像都是威亚。对，因为威亚它特别考验你的平衡性，然后以及你的核心。然后以及你要在空中去如何在一个失重的状态下面找到一个发力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难。大概有磨合了多长时间才真正适应了那个状态？前期训练了2个多月，然后到拍摄的时候，偶尔拍摄的时候其实还是会遇到一个瓶颈，对，但是就是在现场会磨合。有过觉得内心挺崩溃的时刻吗？不至于崩溃了，就是想要竭尽所能做好吧。那庄庄有没有比较崩溃的时刻？我有的是会让自己脑子不要那么乱，因为其实你越紧张，然后去想那个动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出来就越着急，就会变形。还是更多的是告诉自己，就是
记好动作了，然后就放松。我觉得对于庄达菲来说，他很有勇气，全新塑造出来的一个黄蓉的形象。你会不会让自己刻意的去摒弃掉之前的对于那些经典形象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不能去想特别多，然后去除这个杂念吧。然后像刚刚导演也说的，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独立的一个自己的角色的样子，然后剩下的就是紧跟导演的步伐。对，那导演对黄蓉这个角色这一次做一个什么样的改编，是您希望和原著不同的？因为很巧合的，因为2次我在想庄达菲演什么角色的时候，这跟东协有关的，因为东协这个人物是有个性、有矛盾冲突的这个一种人设啊，他的知识很丰富，而且他是一个表面看来是一个很斯文的书生，可是他叫东协，他的作风是相当暴力，而且他这不讲人情，不听人家讲，很固执的个人。他的女儿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是因为王蓉是其实就等于是东协的一个江湖上认为他这个小东协嘛，还有另一个人物也是叫小东协，那为什么呢？也叫做因为性格很叛逆，所以你说王蓉是不是就是一个可爱机灵的少女呢？她是，可是除了一点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小说里面有说，可是我觉得一直来没有表现出来，是一个相当叛逆的一个小女生，而且她是很机灵正外，她对这个武林江湖上的人，她能够处理得很好，她很年轻，可是八面玲珑的，她很会抓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也就是他在东协身上学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讲是我觉得需要王蓉有这个本质。那另一个东西就是他从桃花岛跑出来的时候，他做过乞丐，也做过很多人家认不出他是东协女儿的事情。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一定有想法。我们就进入王蓉的思维的方法跟他的心理状态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解读这个人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原著当中呈现的一些此前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没有看到的角色的那一面。大家解读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以前我们很多小说的改编的时候，它会偏向舞台，它会走向舞台的风格。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电影的世界是偏向真实的话，这几个人物怎么让观众觉得他是活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这个内心的叛逆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飞是一样的吗？你有吗？有吧。导演觉得，导演觉得有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多要少而已。可是我觉得这2个人物，国靖跟黄蓉的最跟我们所有认识的这些主要人设的分别是，一个是面对过一个很艰苦草原长大的战争跟大自然的搏斗，跟人在大自然那种渺小性，这个国靖体验，而且他会能够想办法生存。这个是我认为不只是一个武侠人物，他还有一个跟地理环境跟他的生长过程有关系的一个人物。那黄蓉也是，黄蓉你看她表面看来在桃花岛长大，可是她能够在外面的世界还活得相当的潇洒。所以这一块来讲，黄蓉她的就等于是一个人从一个好好保护一个温室长大的一个小女孩扔到社会去做事，她怎么改变过来？所以王蓉这个人是很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特别一点，我觉得，因为她能够一下子都进入江湖，而带着这个国靖哥哥去体验。那黄蓉知道多少呢？
他这个体验里面多少他知道啊，这有一些猜还是这回事。我觉得就是人物可好玩的地方在这里。但是可以全方位的拿捏国境，是不是？我们其实我没有说我完全是能够去了解国境，可是我知道这个人物这样子的话，我就去做华筝一样吧。我知道华筝这样子，我怎么把华筝从这个人身上啊，从这个文心的身上去找到华筝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还有别的可能性？就从每一个演员的身上也能够找到角色更多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讲太多，讲太多他们就开始乱了。他们就乱了。你看他其实有时候也乱的，是吧？乱过吗？乱过。我觉得导演可能会让我们先自己发挥一下，就是有什么问题，他可能再会过来给你调整。然后觉得可能有时候一调整，你就突然啊，原来是这样的。对，那是不是跟梁家辉老师说的会少一点啊？因为合作这么多年了。不过讨论也有的，可是问题是，他比我还懂。我们试过是演过2天戏之后，重新改过，这个人物不是这样子的，啊，有试过的。我们是讨论说，哎，我发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可不可以再重新把它塑造过这样子？这次欧阳锋首先在造型上就非常的颠覆，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您的那个妆造每天得多长时间啊？本妆也要超过2个小时，到后来走火入魔的时候，那个就更复杂。对，连穿件衣服都很复杂。因为那件衣服是他走火入魔以后曾经被烧过，对，所以都不能说是一件衣服。有几场戏我们是很难拍的，是他说雪山飞下来，是现在戏里面没有，不过飞下来是全裸的。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是那场拍的时候没有，不是。他很希望有全裸，没有。说着说着就导演的思维比较跳跃，非常跳跃。然后再跳跃。他也演过很多这种戏，是吧？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千变万化。所以他每天你跟着他的步伐的话，你会看到不少东西，学到不少东西。因为你会很自然的就跟着他思路走。比如说他刚才说了，拍了2天以后，他突然说，那个人物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有新的想法。那你的配合，或者是你的想通了，为什么他会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演法呢？您是怎么样能够找到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呢？每天在片场，不用琢磨，他已经走火入魔了。所以他选择我来演戏的。不知道。肖战感受到了吗？在片场？我是觉得梁老师那个装扮上之后，很难不走火入魔。哎，肖战有没有一刻想，自己也挺想挑战一下，像欧阳锋那种？我觉得很带感，很带感，很酷，是吧？对，而且在电影当中，其实很特别的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较诙谐幽默的一些表达。我相信这一定是徐克导演的这个独有的一个风格哈。您觉得这些创作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武侠小说里面就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氛围，因为常常是我觉得里面的人物有时候会很荒唐，加上他自己也很夸张，因为志毅这么认真吗？他怎么很认真？所以我觉得里面就带有某种幽默感在里面。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设计？你说最有趣的射雕吗？对，是不是欧阳锋的那个？其实都有很多啊。欧阳锋最好玩的地方是他自己跟自己斗气，对，他自己跟自己吵架，这个我觉得太荒唐了。这个，最后还是给自己的幻想出来的自己，给吓跑了。这很荒唐的事情。
肖战觉得最逗的部分是哪一段？最逗的部分，好像我的部分都还挺，哎哦，我们俩在那个城墙上面，然后我不是跳下去去救，然后你说不要去，对。你呢？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那个挺逗的，那个是导演临时想出来的。当时拍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因为你现场创作的是吗？对，因为他很严肃的要去，就是做一个很正义的事情，然后导演说：“你说不要去。”这是现场的一个即兴的创作。因为我看他们，面对这个东西很紧张，因为很复杂，处境很复杂，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又发生了，你面对这个人又有危机，那你到底去怎么办好了？所以国靖一下子就跑下去了。那黄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去怎么去分析这个局面，跟国靖说怎么做，跑掉了，所以他只有说不要去，到下面去了。国靖一下城下面就已经去了，骑马走掉了。周儿，如果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失散了，我会在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你这个小风车，你一定要跟着风车的记号来找我啊！一点没变，老惹我生气。你的球，阿是给你，你保护我。房主，你为啥要瞒着郭靖呢？他一直在心里。相伴到天边，作草四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风车，送我好吗？这个不行。现在到处都是阵仗，想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只要你想找，就一定能找到。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剧组，每个人都尽情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肖战这一次在郭靖身上，我相信也看到了很多他的一些品质，也对于这个人物有很多的思考。他的哪些品质是你特别想拥有的，也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追逐的？如果说我最想拥有的话，我觉得是他的坚持不懈，以及他面对困难他绝不退让，绝不退缩，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拥有的，然后以及我想去做的。那你觉得郭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位大侠呢？我觉得他已经在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影片里面做出了那个抉择。对，所以大家可以在电影里面去找寻一下答案。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被很多的人，制造出一个他对侠这个字很理解，因为他妈是这样，大汗是这样子，这个托雷也是，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这种对这个人的这种态度是很清楚的，而且他都有正义感，所以他从小长大成这样的，他自然就受到影响。可是问题是，他长大之后，他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对他就是跟他一起长大，跟他一起的一些人，他发觉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个侠字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一下子相同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侠的解读方式不一样。所以当郭靖去面对这个不同的这种对侠的这种概念的时候，他要想办法，又不能用打是其实最不好的一个东西，打也没办法要打完之后，他还是大家要讲清楚怎么回事，特别是比如托雷也好，他的安达朋友啊，还是他的义父啊，大汗呀，就是都是一个让他成为一个侠的一个成长过程，一个影响他的一个人物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对侠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体会。等待着大家走进影院去
有自己的对于侠的解读。那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的这个环节吧，我们就请每一位都对导演说2句话吧，好不好？因为这一次的合作，我相信都会有新的体会。梁家辉老师，您先说。忘了，还是那句啊，还是那句啊，继续愿意跟随他的步伐，在下一个他导的电影中，想演什么？啊，想演什么？下一步？哦，他的想法很多，我想法太多了，想法太多，对一一实现。我是期待着他对我的想法有更新的想法，能刺激我，进入另外一个角色的世界。文心呢？你会怎么说？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挺感谢导演的，就是能给我这个机会。呀，好了，看来平时一直没有表达过，是不是？对。不要看了。看我们的华筝是如此的感兴趣，是？你也？我肯定也是感谢导演，信任我，然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吧。我也是和家辉哥一样，愿意一直跟随导演的步伐。小婵。我也是，感谢导演，谢谢。真的很珍惜这一次机会。我觉得导演在我这一次跟导演合作，我觉得导演给我很多的启发跟指导，是来自于导演他自己在拍摄过程当中的全身心的投入，然后他真的很热爱电影。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染我跟打动我，所以我也是跟家辉哥一样，然后跟庄庄、跟文心一样，跟很多很多演员一样，紧跟导演的脚步。下一次我会跑得快一点。我觉得这就是徐克导演的魅力，也是他作品的魅力。希望大家大年初一之后每一天都能够持续的支持《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不仅自己去看，也要推荐给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走进影院去看这部我们全新的一部武侠作品。当然也支持徐克导演的所有的电影作品，期待未来能够和各位演员有更多的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朋友们再见。